好，兄弟们，我是有朋，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这个视频里，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制作一个关于真实犯罪纪录片的频道。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频道，它的粉丝的话有6万粉丝左右，总的视频才46个视频。我们点击它最老的视频来看一下偶尔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个视频发布的时间的话是在1个月之前，它的第二个视频就获得了接近22万的播放量。我们可以用 Social Blade 来查一下它的频道数据，那你复制一下它上面的名字，那直接在右上角搜索就可以了。往下面拉，你可以看到它的视频每个月的预估收入在$164到$2000左右。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预估数据，它并不是非常准确。那我们仅做参考，每个月的总的播放量在65万左右，那每天的播放量在1万左右，每天的粉丝增加量还是非常猛，那每天就要增加100多粉丝，这一天比较猛，9月15号增加了接近300的粉丝。那本期视频我会教你怎么样从零开始打造属于你自己的真实犯罪纪录片频道。看完本期视频以后，那你就可以制作出一个和它相类似的视频。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的案例，随便点开它的一个视频来看一下。US citizen, you can vote. 大概视频，那整个视频的话都是这种形式非常简单，一些图片再加上一些背景来阐述整个犯罪的过程因为它里面用到的一些图片还有声音解说大概率都是用 AI 生成的，所以说它不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问题。整个视频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有一些犯罪人物出现，还有外加就是一些背景图。很多人的话，他会把这种频道用来当做睡前的故事，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那你可以打开他的频道来听一听，还是非常的有意思这种频道的话还是非常的有潜力本期视频干货非常的多全程实招。那我这个频道主要就是分享在油管上面做视频赚钱的一些知识如果说你能坚持看完到最后相信你能掌握油管视频赚钱的一些关键的步骤。那我会从零开始先创建我们的频道，再设计我们的 logo， 再到配音，最后带大家来制作一个完整的视频。先放一小段我制作的和它相类似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On a rainy day in 1900, the world lost a brilliant mind, Oscar Wilde. Known for his sharp wit and flamboyant style, Wilde was not just a writer. OK 现在的话，我们第一步的话就是需要来创建我们的频道。那你可以用你的 Google 邮箱，也就是 Gmail， 直接登录油管频道，点击右上角，你就可以看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创建频道。油管的上面规定是这个样子，一个邮箱可以创建最高50个频道，最多50个频道。那如果说你的频道已经创建了频道，那没有关系，你可以点击右下角设置，然后点击中间这个位增加或管理你的频道，然后点击左上角创建频道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在这个地方填入你的频道的名字，这里打上勾右下角点击创建即可。在创建频道之前呢，你需要想一个比较好的频道名字如果说你自己想不到，那我们可以交给 ChatGPT， 交给 AI 来帮我们想一下。我给 GPT 提示词是这样子的，我想创建一个关于真实犯罪纪录片的频道，那你能帮我想10个名字吗？请尽量简短好记一些，中英文对照。那 GPT 很快帮我想出了10个名字，比如说罪案真相、暗影下的故事、犯罪档案、真实罪行等等。那我觉得第一个名字还不错，那我可以复制一下它，回到我频道创建的页面，把名字粘贴进来，然后点击右下角创建就可以了。本期会用到非常非常多的提示词，我会把本期用到的所有的提示词放在我的这个网站 aiyophone.com 里面来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打开链接直接进来复制就可以了。频道创建好以后，接下来就是要生成我们的 logo， 也就是这个 logo 的话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你的一个频道的形象。那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个。那我给 GPT 提示词是这样的，现在请给我5个提示词。那我可以用它通过 AI 图片生成器为我的油管频道，那我刚才选的罪案真相生成一个 logo， 用中英文对照写出来。那 GPT 的话帮我生成了，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里面的提示词，因为它一共有5个，那我们可以都来试一下。
今天我要用到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一个是 Midjourney， 一个是 Leonardo AI。Midjourney 的话，生成的效果是最好，但是它没有免费版本，需要付费，最低价格是$70一个月。没有 Midjourney 的账号你想免费使用，那你可以用 Leonardo AI 来生成，那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用 Midjourney 来生成照片也是可以，那你有空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 Midjourney 的账号购买链接。如果说你想更省一点，那你也可以来合租一个账号，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合租的话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大家可以先来感受一下。现在 Midjourney 有网页版，我们直接点击左边创建，然后把我们刚才用 GPT 的提示词复制一下，直接粘贴进来。然后因为 logo 的比例的话，我们改成1:1，点击右上角这里，你可以拖动一下选择比例，我选择1:1，按一下回车点一下它收起来同时我也可以在 Leonardo AI 里面也来生成一下，把提示语粘贴进来，左边选择你要生成多少张，下面选择生成的比例，比如说1:1、1:2都可以，点击右上角生成。因为 GPT 刚才给我们生成了几段，那我们可以多来复制几段，都来生成试一下，因为不同的提示词可能生成出来效果不一样同时会用2个 AI 工具来同时生成。等一下我们来对比一下，那你觉得哪一个好，你就用哪一个的，有5段，我都来试一试。logo 还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在 logo 的制作上面来。这个是 Midjourney 刚帮我们生成的第一段，就是一个放大镜加一个手铐的这种感觉，有点与我们的主题和我们的主题还是非常的相关，因为我们主题是做这种真实犯罪的纪录片。第二个的话还是可以，这个第3个是一只狼。再看一下 Leonardo AI 帮我们生成的 Leonardo AI， 第一个的话也是生成了一个手铐第二个的话就是有这种红色的这种感觉，有点血腥这种感觉第3个的话也可以，我觉得这种还可以以这个狼的 logo。如果说你觉得它好，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直接把它下来。这次的话 Leonardo AI 还是没有让我失望，或者说我觉得这张也可以，这个也不错。Leonardo AI 今天生成的效果还比较满意我今天用的 Leonardo AI 的模型是 Kino 这个模型大家可以去试一下。logo 准备好以后，Midjourney 的话图片下载下来也很简单，比如说你点一下它，然后点击右键把这个图片保存到电脑上就可以了。logo 制作好以后，接下来回到我们的频道，点击右上角你可以先点击这个按钮切换一下，切换到我们刚才创建的频道。切换好以后还是点击这个头像，先进入油管的工作室，点一下这油管工作室，这里点击继续，左边往下面拉有个自定义，在自定义里面我们这里直接这里上传这个 picture， 这里直接把我们的头刚才制作好的传进来。那我用的是这张完成。logo 制作完以后直接点击右边发布就可以了。这样我们频道的基本设置的话就已经完成。你可以点击左边来到你的进入你的频道来看一下，现在已经有了。接下来一步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需要来制作视频。视频制作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上传。制作视频的第一步的话就是生成剧本、生成脚本。我们肯定会用到 ChatGPT， 用 AI 来帮我们写剧本，前提是我们需要给 GPT 提供一个过去发生的真实的故事。GPT 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来帮我们改编一下。我们可以打开 Google， 比如说我们搜索真实犯罪记录文章，在 Google 里面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文章。比如说我随便打开几个网站来看一下，有很多网站都提供了这种关于一些真实犯罪的文章，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来找一些案例寻找一些灵感。很多这样的网站的话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寻找一下。我经常用到的一个网站来寻找灵感的一个网站，它的名字叫做 Pinterest。打开 Pinterest 以后，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点击这个搜索，比如说我们来搜索一下真实犯罪故事。这里建议大家搜索英文。在这里面的你搜索以后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非常非常多一些真实的犯罪故事。我们可以随便点开一个来看一下。点开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链接，我们点一下它会跳转到原始文章的位置。在这个文章里面的话，它会显示更多相关的一些细节。大家的话可以多花点时间在里面来稍微浏览一下，来找一下。比如说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我们觉得还可以，点一下它，左边有个链接，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它里面这个好像是讲了很多个关于这种
犯罪的，讲了很多这种故事。那我们可以在中间的话来选择一个，比如说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来选择它，我们来试一下。那如果说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沉浸式翻译。那我们可以大概的话来翻译看一下这个故事讲了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个是讲的是奥斯卡·王尔的标志性告别啊，大概是讲的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非常重要，大家的话可以花点心思啊，多去找一下哦。那我这里只是演示整个视频制作的流程啊，方法都是一样，大家可以灵活运用一下。那找到故事以后，我们不如能直接来用它原始的文章，那我们需要用 GPT 来帮我们改写一下。顺便说一下，这些故事应该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打开 ChatGPT 以后，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我需要你帮助我写一个剧本，那我会提供一个真实的犯罪故事，希望你能用它写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啊。剧本的时长的话，我希望在30分钟左右，让观众看着有趣啊，并且使用简单的英语，让每个人都能听懂，只需要讲故事就可以了。为什么会是30分钟啊？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原视频啊，它每个视频的时长你可以看到都在1个小时1个小时啊，都在1个小时以上。那它用1个小时的时间来阐述整个故事。因为油管是一个长视频平台，它更喜欢这种长视频啊。长视频的话，它的广告收入也会高出短视频非常非常多倍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有能力，可以来制作这种长视频。GPT 它说可以，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刚才这一段复制一下，粘贴进来，叫 GPT 的话帮我们来改写一下。上面的话 GPT 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比如说最开始你的场景是什么样，播放什么样的音乐，旁白是什么样的，那第二个场景是什么样，写的非常的详细和清楚。那接下来我给 GPT 这样进一步提示，我说用文章的形式写出来。那为什么要用文章的形式写？因为等一下我们需要将文本转化成语音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文字信息转化成语音。我用到的工具是11实验室 ElevenLabs， 它应该是目前来说在英文领域最好的 AI 语音生成工具第一次进来呢，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注册一个账号，点击左边开始来用一下。那在这里面呢，刚才这里面的一些在里面填入我们的文字信息，基于刚才 GPT 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我们需要复制一下。那每次的话最多可以生成5000个字符，那一次性大家不要生成太多，因为如果说你生成太多，等一下我们在配音的时候，我们在配画面的时候太长，配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可以一段一段的来。下面的话可以选择语音，它里面有超级多的语音，那我们来选一个，下面有个 Find More， 可以查看更多的语音。那我们用哪种语音比较好呢？这里我们搜索一个关键词叫做纪录片，那这里面会出现很多可能比较适合这种纪录片的声音。那右边你可以选择语言，我们选择英语。口音你可以选我觉得用标准的美式口音比较好，里面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声音，你可以往下面拉。那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使用的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用的这个语音，比如说这个语音的话就有接近2万的人使用我可以点击左边这个按钮试听一下。 Quality of speech.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声音可以，你可以点击右边这个加号，增加到你的语音库里面来，然后我们点击左上角回到我们刚才文字转语音的界面，左下角我们选择一下我们刚才选好的声音，刚才选的声音是这个 Bill， 我们点一下它，直接点击右边生成就可以了。生成好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右边这个按钮把它下载下来生成好以后，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试听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把我们刚才的所有文字信息都粘贴进来。你可以看到它原视频的话，每个视频都在1个小时之上，但是我们刚才生成出来的脚本，你可以看到刚才非常的短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AI 每次生成的文字数量是有限的，那你想要让它生成更多的文字我们需要分段来进行生成。比如说这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粘贴到下面来，下面给它一段提示词，比如说我们可以复制它的一部分出来，我说针对这一部分详细的描述性的写一下，2000字左右。他会问你想要具体写哪个方向，我在上面随便写一个，比如说关注他的个人生活写出来如果是中文的话，我叫他英文写。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非常的详细的
写每一段。那如果说中间的某一个段、每一个细节你还想写一下，那方法和一样，比如说我同样可以复制这一段，然后粘贴到下面来，然后针对这一段再详细的描述性的写一下。通过这个方法的话，我们整个纪录片那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长。因为 GPT 每次生成的字数有限，那我们只有通过分段的形式叫它来帮我们详细的写，写好以后，最终的话你把它组合成一个比较长的视频脚本就可以了。来制作图片，那我们随便打开它的一个视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频道的话，都是一些图片的展示，一些图片的轮播，再配上一些真实的或者是一些用 AI 生成的一些照片。那接下来我给 GPT 提示是，我准备用 AI 图片生成工具 Midjourney 或者 Leonardo AI， 请根据以上的内容帮我生成出相对应的场景提示词，大概20个，场景需要连贯。那 GPT 会帮我们生成出对应的场景。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根据GPT 帮我们写了一些方向。然后我说，请根据以上场景用英文详细的写一下以上的提示词。那 GPT 的话已经帮我们写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这些提示词，然后到 AI 图片生成工具，比如说 Midjourney、Leonardo AI 里面生成出对应的图片。我再告诉他，我说里面的主角的形象给我几段提示词，我用来生成人物。因为我们视频里面人物形象还是非常重要，就像这个频道一样，它每提到一个点都有对应的人物形象出现。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来生成图片。比如说我复制第一段，然后打开 Midjourney， 粘贴进来。生成之前的话，我们右边的点一下它，那比例的话，因为我们做的长视频，我们改成16:9，再点一下收回去，按一下回车。你同时的话，你也可以用 Leonardo AI 来生成，也可以粘贴进来。左边的比例一样的改一下，改成16:9。点击生成，然后我们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把上面的所有的场景生成出来，还有下面我的人物形象，人物长什么样的形象也把它生成出来。比如说这个是我的人物形象，我也需要生成一下。同时我在 ChatGPT 里面，同样我在 Midjourney 里面也来生成一下我的人物形象场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就是重复刚才的步骤，把我们后面的所有的提示词全部生成出来。其实我看了一下原视频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简单，它的场景不多，里面的话主要就是几个人物，它其实做的比较简单，这几个人物那一直就在这个地方显示，其他的话它其实感觉都没有多的场景，所以说我们制作的时候，那你也不需要做的太复杂。刚才的场景已经生成好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物形象还是可以。那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主人翁，后面的话会帮我们生成出一些背景，已经有一点这种感觉了。这是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出来的效果。那我们看一下 Leonardo AI 刚才帮我们生成的人物效果，还有一些场景感觉都还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步就是点击一下这个图片，点击右键在新的窗口打开，我们来大概放大看一下，还是可以。点击右键把这张图片保存到电脑上。这照片的话感觉都还不错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效果都非常的高清我们把它全部都给保存下来。而且Midjourney 它会根据我们图片的年代生成对应年代的照片风格这一点非常好。刚才我们的声音的话已经生成好了，我们也可以点击右下角把我们的声音素材也给下载下来。最好的话，我们再来保存一些真实的照片，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这个标题，让我们打开 Google 搜索一下这个标题，然后我们在 Google 里面来找一些真实的关于它的真实的照片。等一下我们可以随机插入到我们的里面来。比如说我觉得这张还可以，我先把这张照片，我们可以把这张照片的话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除了用 AI 生成的，我们也可以找一些真实的照片，随机放在里面也是没有问题。当我们的所有的素材准备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刚才所有的视频素材进行合成剪辑。我用到的工具的话是剪映，剪映非常好用。那我们来打开剪映，打开剪映，我们点击导入，把我们刚才所有的素材都给导进来。导进来以后，我们先把我们的音频拖到下面来。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这里的话只演示一小段怎么制作方法和原理都一样大家简单我这里只演示一小段怎么样进行剪辑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操作就可以了。我先把我的音频导进来以后，接下来我需要把我们所要用到的图片一些素材都给导进来。可以按住 Ctrl 键进行多选，选择哪些图片你需要导进来的，选好以后直接往下面拖。可以点击右边这个加号键进行放大。放大好前面的话就是我们前面
比例我们改一下，比例我们需要改成16:9。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真实的人物放在最前面，因为它是真实出现的。比例右方我们可以缩放一下，把它适应我们整个屏幕。那你可以拖动左右两边来进行我们窗口的一些变换。当我们的主人公出现以后，右边的话会出现我们第一个场景。下面的音量我们可以来调一下，比如说下面音量，如果你觉得小了，你可以往后面加一点，比如说增加到5。有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在视频上面增加一些关键帧，比如说这个关键帧，因为它是纯的图像，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动一下。我们点中它以后右边动画，点击画面，画面里面基础，点击缩放这个位置，我们点一下关键帧，点一下让它点中位置关系，点中第一个关键帧。然后我们再拉到图片的中间位置，再来增加个关键帧。这个关键帧呢，我们让它放大，比如说10%，好，大概的话它会变大。然后再拉到最后的关键帧，然后再选中，再增加一个关键帧。这次呢，我们选择比如120%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播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的话，它会慢慢的放大。这种看起来的话，整个画面它会慢慢的放大，整个画面看起来就会舒服很多。那后面的原理都是一样。如果说哪个视频你还需要在上面增加关键帧，方法是一样。比如说下个图片，我们还可以给它增加一些动画的效果。我们选中这个区域以后，点击上面动画，上面有很多动画的效果。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还可以，那我可以直接应用这个动画。那很多动画大家可以多去测试一下。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然后你点一下它，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动画的可以，我点一下它。动画的时长这里可以设置一下，让它加快或者说加慢都没有问题。那后面的话你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动画都没有问题。有这个区域的话，我增加这个动画时长，我可以稍微拉长那么一点点。动画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这里还有个组合里面的还有更多的动画呢。你后面的话你可以来应用一下所有的动画，比如说增加好以后。接下来你要做的，比如说第一段视频，我也来给它加个关键帧，我点击画面增加关键帧，然后拖到我的最后，再来插个关键帧，改成133，好，让我的第一帧的话也稍微有点这种，放大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滤镜，在上面我们来选择滤镜，那里面滤镜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滤镜。比如说复古滤镜，那这种的话有一点年代感的，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复古的滤镜。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德古拉还不错，我点击加号，你可以放在最左边，拖到你整个视频都没有问题。那它会给这个视频加个滤镜。那强度的话你不想太强，你可以把它稍微变暗一点。中间你还可以增加转场，然后点击这里转场，我们点一下。转场，比如说我选择第一个还可以，我放到它的中间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转场的效果非常的好。那后面的话也是一样，如果说你觉得后面哪个地方你还需要转场，那你也可以直接拖一个转场进来。那刚才我们所用到的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剪辑声音方面的话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在某一个片段的时候，你可以增加一些风声、敲门的声音、脚步声等等。如果说这些声音你不知道这些音效，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在生成音效之前，那我们需要知道用一些什么样的音效。那可能作为新手小白，你不知道用什么音效比较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AI。打开 ChatGPT 以后，我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我说你现在是专业的音效大师，我准备做关于真实犯罪的纪录片，请给我一些音效的关键词。GPT 可以给了我们这么多，比如说夜晚的风声、脚步声、紧张的声音、心跳声开门的声音、雨声、电闪雷鸣、车辆经过的声音这些声音的话加到我们的视频里面，应该非常有感觉。那接下来有了提示词以后，我们来生成一下，比如说脚步声，我们来生成脚步声的声音。那我们要用到的工具还是11实验室。11实验室的话，它是可以帮我们生成音效的。我们来试一下，点击左边开始，在左边你可以看到这里音效，我们点一下，在音效里面我们来加进来脚步声，点击生成音效。它每次会生成4个音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听一下它的音效的效果。我们来点一下听一下它的音效的效果，就是脚步声。
我们可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音效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把它下载下来。那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生成其他声音，比如说夜晚的风声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犯罪都是发生在夜晚，所以说夜晚的风声非常重要。我们同时来生成一下，我们再来听一下夜晚的风声。这个风声可以，大风、小风，我觉得第一个还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心跳声也可以，这种犯罪的场面的话，有一些心跳的声音，应该也是非常的好。好，再来一个心跳的声音。让我们来听一下心跳的声音。第二个心跳声音可以一样的把它下载下来。回到我们的剪映，回到剪映后，点击左上角媒体导入，把我们刚才生成的声音导进来。你可以把这些声音适当的加到某一个部分，比如说我第一个地方来一个脚步声，转场的声音的时候我来一个心跳的声音，后面的我来一个夜晚的声音，比如说这个场景是晚上，我们来一个夜晚的声音等等以此类推，后面你可以加非常多的音效除了音效以外，接下来背景音乐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背景音乐。如果说你做的是油管，油管里面有很多免费的音乐，那你可以来用一下。点击右上角进入你的后台，左边有音乐库，点一下它。这里我们来搜索关键词纪录片。它里面会有很多这种关于纪录片的声音，我们来选一个。点击左边这个按钮，你可以来试听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你比较满意的声音。如果说这个声音你满意，你直接点击右边 download， 可以把这个背景音乐给下载下来。我们打开剪映导入，把我们刚才的背景音乐给导进来，直接拖到最下面来。背景音乐肯定是太大声了，我们把音量往左边拖到负20%。你自己可以大概来听一下，有一点点背景音乐就可以了。所有的视频制作好以后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视频导出来。你点击右上角导出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了。这里选择视频导出，分辨率你可以选择 4K 或者 1080p 都没有问题。视频制作好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步的话，就是来到你的视频后台，点击右上角上传，点击 upload， 把刚才的视频上传进我们油管里面来。这里点击上传，上传进来以后，这个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制作一个封面图。因为一个视频的能不能火，跟封面图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模仿的这个频道，它的封面图是怎么制作的。它的封面图的话还是非常有意思，一个男的亲一个女的感觉所有的封面图都是这样可能它这个封面图点击率可能会比较高，但它后面的改了。之前的话就是2张图片拼在一起，在最底部打上文字。我们也来制作一下。我要用到的设计工具的话是 Canva。我们用 Canva 的话来设计一下，来试一下。Canva 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在线设计工具，它可以设计出非常多好看的图片。我们来试一下，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里我们选择自定义大小。油管的封面图的话，它的大小它是有说的，比如说你点击这边Learn More， 会来到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它说的尺寸是1280乘以720。我们来试一下，1280乘以720。右边的话选择像素，点击创建新的设计。很简单，它就是2张照片，我们也来试一下。我们可以点击左边素材，点击相框，在这里点击查看全部。我们在左边选一个2张照片的吧，我觉得这个可以。选进来以后把它拖动，让它覆盖我们整个画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图片给传进来。我可以点击左边上传，这里点击上传文件，把我们刚才用 AI 生成的照片直接传进来。比如说我选2张照片我们直接可以往里面拖这个照片我们也可以直接拖进来。这里面的大小我们拖进来以后，我们可以双击一下你可以更改一下图片显示的位置。左边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双击一下，你可以更改一下左边这张照片你要显示哪个地方都可以。下面的话打上我们的文字就可以了。点击素材，点击全部，还是一样的点击左边素材，下面这里有个形状，我们点一下形状，然后放到最底部拖动一下，再往下面挪一点。字的颜色我们改成了黑色。再点击左边文字，我们可以增加标题的颜色我们可以改成了黄色。这个颜色我们也可以用它的这个字体的颜色。看一下它的视频封面大概长什么样，我可以点击右键复制它的视频地址。让我们打开 Google， 我们来搜索油管的封面图下载。我们比如说随便点一个第一个，
把它刚才视频的链接点进来获取它的封面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封面图它封面图下面是黑底加上黄字。我用这个吸管取色器，我来取一下它的颜色的代码，点一下它。这个取色器的名字叫做 ColorZilla，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你可以点击右边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下次的话，你直接点这个吸管就可以来提取我们屏幕上的颜色。刚才的话我已经提取到它的颜色的代码。回到这个界面，我点击左边的上面的文字，点击一下这个文字颜色，点击这个加号，把它颜色改成黄色，拉到最底部。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写上标题。我来了 GPT， 我说请根据以上的内容帮我生成10个视频封面的标题，要求简单，吸引人点击，然后叫它用英文写出来。然后我可以在上面的话随便来选一个，比如说我复制一下，回到我这个页面 Ctrl+V 粘贴进来，再把下面的字稍微放大那么一点，下面的区域的话你可以再稍微大那么一点。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了，对比一下它的原视频，大概也是这样做的。对比一下它的原视频封面，大概也是这样做的。黑底，然后加上黄字，全部大写，点一下它，点击这边3个点，全部让它大写。大写好以后，你可以再稍微小一点。字体的话，你可以稍微更改一下。上面有很多字体，我往右边拉，比如说来一个复古的字体，随便选一个。这个字体也可以再小那么一点，再往上面挪那么一点。这样的话差不多就设计好了。其实左边两边你也可以，比如左边你换成其他图片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左边我换上一张它的真实的照片，直接拖到上面来，双击一下它，挪动一下位置。OK， 制作好以后点击右上角分享下载。图片的格式的话，你可以选择 PNG，PNG 的话稍微像素要高一点，点击下载。这样的话，我们的封面图就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我们的标题描述标签同样可以叫 GPT 来帮我写一下。这段提示词非常的重要。我说，请根据以上内容帮我写出10个有关的标题。GPT 的话很快就帮我们写好了。我们可以在上面的话随便来选择一个。选择以后我直接粘贴到里面了。下面的话还需要描述。我说再帮我写一段描述。GPT 写好以后，我们直接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它。同样粘贴到下面来。这里上传进我们刚才制作好的封面。点击左边这里上传。这样的话封面的话也上传进来了。再往下面呢，选择播放列表。你这个视频要放在哪个播放列表，你在里面可以来放，可以来选择一个。再往下面呢，这里有个你的内容是不是用 AI 生成，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Yes， 因为我们确实是用 AI 生成的。再往下面呢，这下面可以填入你的标签。同样我叫 GPT 来帮我写一下。我说帮我写30个视频标签，中文20个，英文5个，中文繁体10个等等。如果说你做的是英文类的视频，你可以叫 GPT 帮你生成，比如说30个英文类的视频标签等等。你可以把这些标签复制一下，比如说我 Ctrl+C 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下一步。如果说你的频道已经开通获利了的话，你这里是否选择获利，你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选择就是开通，点击完成。这下面再点击下一步。这里上面你要确保一下你的视频没有违反油管的合作伙伴计划的一些条款。这里我们选择没有，这一键自己提交评分一下，右下角再点击下一步。这里你可以，如果说你的视频有字幕，那你可以点击右边增加字幕。你还可以增加一个屏幕推荐的视频，那你可以点击右边增加一些推荐的视频。比如说在你视频结束的时候需要推荐什么视频，你可以来选择一下。比如说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加号，推荐某一个视频，点击视频。这个视频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最近上传的视频，或者说让系统自动去选哪个视频更符合我们现在观众他更喜欢看哪种视频，让系统自动去算也可以。比如说我选择这个，你可以点击完成。当然的话，你可以再增加一个视频进来也可以。比如说另外一个视频是你最新上传的视频，你可以挪动一下。你还可以增加一个元素，比如说增加一个订阅，它会出现订阅的头像进来，你可以挪动一下它。选好以后点击完成。就是在屏幕在视频的最后结尾的时候推荐哪些视频，可以自定义。
这个地方你可以点击那发布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定时发布也行。那下面的话，你可以设置定时。那当然，下面你也可以设置定时，比如说你想在哪个时间段发布，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里可以再选择未来的哪一天、哪个时间段进行发布都没有问题。最后点击计划发布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的是长视频，那油管的话，它可能会审核一段时间。当你的视频审核通过以后，那你就可以在油管里面看到这个视频了。分享一些我做视频的一些经验建议第一的话，我建议大家前期的时候，你至少每周发布一条高质量的视频，那坚持定期更新你的视频。你可以多关注一些竞争对手看一下他们怎么做的，最近发布了哪些视频，它的哪个视频最近播放量比较高，你可以点击比如说左边最新，看一下它最近发布的视频，哪个视频的播放量远超之前的播放的视频。比如说有风最近发布的关于 GPT-O1 的视频，那就比我平常发的视频比较高。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模仿它最近发布一些，可以模仿它最近播放量比较高的视频来制作一下。On a rainy day in 1900, the world lost a brilliant mind, Oscar Wilde. Known for his sharp wit and flamboyant style, Wilde was not just a writer. He was a force of nature. Audiences with his clever words and unique perspective on society. Born in Ireland, Wilde dazzled the world with his plays and novels, filled with humor and insight. However, behind the laughter lay great struggles. He became famous, but fame came with a price. In a time when society frowned upon love between men, Wilde's relationships led him into dark waters. In 1895, Wilde was tried and imprisoned for gross indecency.